我们要迈向自由、自在，一样也是要解决这3个问题，也要解决这3个问题。首先，第一个就是业力，这个业呢，就是佛法，它让我们，比如说我们有很多，当然业力，佛教把它分成这个善业和不善业，也把它称为黑业和白业。白就是洁白无瑕的、干净的，黑，就是黑暗的，它会把我们的生命导向黑暗。所以佛法里边，这个佛陀在这个经典里边讲啊，他说有4种生命，一种呢，从黑暗走向黑暗，你的生命一直在这种高度的无明贪嗔痴里边，一直都在这样的一个状态里，从黑暗走向黑暗。还有一种生命呢，从黑暗走向光明，因为我们的人性里边既有黑暗的力量，也有开启走向光明的力量。你能够开启内心的光明，消除内心的黑暗，其实你的生命就会从黑暗走向光明，把你的生命中的这一盏智慧的灯点亮了，你的生命就会从黑暗走向光明。那还有一种呢，就是从光明走向光明，你的生命永远都在这种觉醒的状态，你已经修行，这个就是指你已经从黑暗走向光明了，然后继续从光明走向光明，就是在觉醒的生命。一旦你的生命进入到这个觉醒的模式，那你的生命就是从光明走向光明。还有一种呢，就是从光明走向黑暗。当然，所谓这个光明，就是说你的内心已经有点燃了一点点微弱的灯光，但是这个力量呢，还不足以去抵挡你内心的贪嗔痴。如果你不善加防护，最后这个黑暗还是会成为你生命的主导力量。所以你即便在修行的路上，你也是要努力的。你不努力，这个孔老夫子讲为善智以下愚不愚，就是有2种人，善智下愚，但是中间的人多半呢可上可下，人性有善的力量，也有不善的力量。在这个无明中，除非你的修行已经修到一定程度了，你很有信心、很有力量，才能很笃定的往前走。否则的话呢，你虽然有善的力量，但是也有不善的力量，你不小心你又掉入到轮回的惯性里去了。所以这就是无明和明，你是从明走向明，从无明走向明，还是说你有一点点明，然后还是这个明的力量没有善加防护，还是会进入到这个无明的力量里去。那佛法呢，它对这个业力，首先这个修行的基础就是止恶行善。所谓止恶行善呢，就是每一种行为，每一种生命的力量，它为什么能够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主导力量？原因就是因为被不断的重复。生命的累积是在不断的重复中完成的。比如说你们想想，你们在社会上各种能力的活的，各种兴趣爱好的活的，是不是都在不断重复中？是吧？熟能生巧。一个运动员做一个简单的动作，他可能要经过多少次、几百万次的重复练习。重复。其实
所有的行为的形成，它的根源还是我们内心一种心理的累积。从心理的累积，那我们不再去发展，就是其实学佛修行，我们也选择要发展一种什么样的生命？一种良性的生命，还是一种不良的生命？其实生命就像一个，我们这个生命呢，其实它有各种各样的心理元素组成。这个我们都有哪些心理元素？佛法会给我们讲得很清楚。我们一部论点叫做《百法明门论》，这部论点呢，我们课程里面也是有学的。它把我们人的心理分为普通的心理、善的心理、烦恼的心理，有这么不同的类型。你选择发展什么样的心理，最终你就会发展出什么样的生命。所以我们可能每个人都很清楚，我家里到底有多少钱啊，到底有什么产业啊，这个外在的财富我们都很清楚。你们对自家的财富清楚不清楚啊？你们对自己的内心有哪些心理构成呢？哪一些是良性的心理，哪一些是不良的心理？我发展哪一些不良的心理，会给我的生命带来无尽的麻烦和痛苦？我发展哪一些良性的心理，会给我的生命带来无尽的财富、快乐、幸福？你们有没有觉得心理对你们每个人、对我们每个人很重要啊？这个问题你们意识到了没有啊？要意识到了。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心理的第一体验客户。你每天跟焦虑在一起，你舒服吗？你每天跟这种仇恨在一起，你舒服吗？不舒服。如果你每天跟这种友善、温暖、宽容这些心理在一起，你舒服吗？肯定很舒服。而且不仅仅是我们自己是自己心理的第一体验客户，我们身边人也都是客户啊。你在焦虑的状态中，你家里人舒服吧？那也是不舒服。所以我们拥有什么样的心理，这个叫什么？这就叫精神财富。你们觉得精神财富重要不重要啊？所以我们要选择精神财富，止恶行善。所以过去呢，很多人讲这个道德的问题，他们会觉得道德，多数人对道德的理解都很肤浅。他会觉得道德是一种社会的需要，不是我个人的需要。如果大家都不遵守道德，我遵守道德，他觉得又吃亏，傻瓜。他不知道道德其实是我们生命组成的，就是优质材料。这个你的生命的累积就取决于你的行为，你的行为里边有不同的材料，有很粗糙的劣质材料，也有优质材料。道德就是代表着优质材料。那些不道德、不善的心理、不健康的心理，就是代表着劣质材料。所以我们讲这个，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生命也是一个产品。你们想一想，我们每个人，我们的生命产品，我们是一个普通的产品啊，还是通过精心打造过的艺术品啊？这个我们肯定不愿意承认我们是一个普通的产品，甚至劣质产品。但是我们肯定也不好意思说我是一个优质产品。所以这个问题比较尴尬。这个就像这个世界的品牌，每一个品牌的打造，它是要经过精心的设计和这个
这个生产的流程也是非常非常讲究的。可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今天发展到今天这样的一种存在，其实是有没有经过设计呀？有没有经过精心设计呀？其实没有，我们现在的文化里是没有这种东西的。传统文化里边是有的。其实现在每个人，多数人都是一个混乱的存在，都是一个碎片化的存在。这个，所以我以前说，我说很多人可能是一大堆错误的观念，再加上一大堆混乱的情绪，构成了你的存在。你说这样的一种存在，它会给你不断制造幸福吗？对，所以如果是一个不良的生命，它就是一台不断制造痛苦的永动机。它会这些不健康的心理，它会给你自己源源不断的制造痛苦，也会给身边的人源源不断的制造痛苦。所以为什么佛法讲人生是苦？这不是绝对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以贪嗔痴为基础的生命，它就是一台不断制造痛苦的永动机。如果我们以觉醒为基础的生命，依托觉醒为基础的生命，它就是一台源源不断的散发喜悦的永动机。所以我们讲快乐的最关键的因素是来自于物质还是来自内心？所以内心才是痛苦和快乐的源泉。物质只是一个辅助因素，不是一个根本因素。当你内心没有快乐的源泉的时候，即使这个整个世界都是你的，你能快乐吗？一样也是不会快乐的。所以我们要学习，首先我们要学习选择自己，让自己成为一种真正成为一种优质的存在。所以这个是比什么都要重要，因为它会关系到你的近未来际，不只是这一生。即便从这一生的角度来说，如果你是一个优秀的存在、美好的存在，其实你到哪里，你都能过得很好的。而不是靠物质条件来决定你的好与不好，是不是？所以佛法呢，在这个从业力的层面来说，它一方面叫我们忏悔，忏悔就是我们要去检讨自己，哪一些行为对自己、对别人是有伤害的，是不好的。然后我们要发自内心的，我要去改变它。其实忏悔是这么一个意义。然后，因为我们只有通过一种反省之后，我们才能重新的审视自己的行为，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当我们经过重新审视之后，我们才愿意去做出改变。我们要去改变它。我希望成为一个美好的生命。其实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希望成为自己美好的生命，有没有哪一个人不希望啊？没有。但是呢，多数人他是没有这种智慧，因为你要成为一个美好的生命，你是需要有生命的智慧，你是需要有人生的智慧。所以多数人追求的美好多半都是外在的，他所能做的可能就是美容美发，什么打扮啊，让自己的房子变得更漂亮一点啊，多半只能做一些外在的美好。因为生命内在的美好是要来自于生命的智慧。
否则的话，人要改变自己，人首先看不清楚自己，然后要改变自己，很难。第一个方面，怎么来从业力的层面改变自己，在实现生命的自由。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要从认知层面实现自由。这个我们每个生命啊，它既是有限的，也是无限的。所以生命有两个层面，我们能够看到的更多的是有限的层面。但其实呢，我们的心的本质就是宇宙的本质。每个生命，我们现在可能就活在各种念头里，但是这个念头的背后，这个我们每个人还有具备像虚空一样的心，像虚空一样的心。当你要能够从这些情绪里边跳出来，你就能够体会到像虚空一样的心。所以在佛法的这个认知的层面，一方面它要帮助你，首先要帮助你如何从自我的感觉里跳出来，然后正确的认识这个世界的各种现象，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正确的认知非常重要。佛法给予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认知。佛法，比如说我们讲物理学上有这个经典物理学，有量子力学，有弦论，有相对论，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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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佛法到底是什么论呢？佛法就是缘起论，缘起论，就是一切的存在都是条件关系的假象，包括我们这个生命，这个生命体，它都是一种条件关系的假象。所以佛法这个缘起，它的对现象的认识给予我们一个非常本质性的判断，就是一切现象它都是无自性。无自性什么意思呢？这个很专业啊，这个概念就是任何东西都没有独立不变的存在，它都是任何东西都有无限的可能性。所以在佛教里面会告诉你，每一个微尘跟整个宇宙都是连接的，一即一切。那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呢？为什么佛法要讲这个无自性？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有很强的叫什么自性见。什么叫自性见？就是你看到每一个东西，在你的感觉里，你都会觉得它是独立的、客观的、真实不变、真实的、很实在的、很实在的，是吧？这个当然，像过去的哲学，它其实从某种意义上，它也会支持这样的一个，比如说像经典物理学，它觉得现象是不实在的。但是构成这个现象的这个最基本的粒子，它是真实的，它是不可分割的。由这些粒子构成了宇宙大厦。在印度呢，这个早期的哲学也有类似的思想，他认为构成这个宇宙的极为最小的元素，它是有不可分割的这个元素，这是实在的。但是佛法呢，告诉你没有，一切都是条件关系的假象。这个量子力学，它就有同样的思想了。波粒二象性，这个物质以波的方式存在，还是以粒子的方式存在，是没有一定的。我们看到的世界，我们能看到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是受制于我们的认知。我们的认知，我们不是一个简单的观察者。其实我们也是参与者，那为什么我们大家看到的都一样啊？因为我们带的 AI 是一样的，里边装的程序都是一样的，
那如果呢，你换一个猫的搞的这个 VI 系统啊，那你可能就进入猫的世界了，你可能就进入搞的世界了。然后佛法讲，你要不修行，你下一次可能又当搞去了，当猫去了，你就带上猫的 VI， 搞的 VI 的。然后呢，我们对这个现象世界呢，我们会产生一个是自我的执着，一个是对现象世界的执着。然后这种执着呢，我们就会构成一种二元。这个世界事实上是一个二元世界，有美丑善恶，你和我，这个二元。但是呢，因为二元的存在，它可以作为一种客观的现象存在，缘起的现象存在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因为我们会带着我们的一种自信见，一种自我的执着，所以在我们这个世界里边就会出现二元对立。你会产生二元对立，你会执着于二元。当你执着于二元的时候，会怎么样？你就会被卡在里边了。你执着什么，你就会卡在哪里；你执着哪里，你就会被卡在哪里。你卡在哪里呢？你的生命就不自由了。所以佛法呢，其实所有佛法的修行，都要帮助我们去如何去打破二元对立。从这个二元对立里跳出来，因为我们比如说，就像这个天上有很多云彩，你活在云层里，你看到了黑乎乎的一片，因为你活在云层里，你看到的东西其实是透过云层看到了，所以你是没有办法看到世界真相的。你还以为你看到的就是真实的，那现在呢，佛法需要你做的就是。你要认识到这一切现象，它都是一种假象。你不执着，当你不执着的时候，你就能回归到本心了，就能够回归到像虚空一样的心。然后对你来说，这个世界的一切现象，它都是如梦如幻。所以为什么这个《金刚经》自古以来很受欢迎？很多文人士大夫太喜欢念《金刚经》，念一念，就不焦虑了，也没那么焦虑了。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个佛法讲的空啊、无啊，就让我们认识到，因为当我们的所有的焦虑和执着，是来自于对世界的自信见。那佛法告诉我们，这一切都是如梦幻泡影，没有那么真实。当你能够认识到它没那么真实的时候，其实它对你的影响就少了，就小了。影响小了，你的生命就自在了。自在本身是在我们内心，我们内心本身就具备这种自在的能力。因为我们被卡在各种现象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生命就会变得不自在。所以佛法里边关于正见的这一块，正见八正道，第一个就是正见。比如说有无常见、无我见、唯识见、中观见，都是帮助我们如何透过缘起的智慧，然后去认识世界的真相。所以佛法这个就是他要我们去建立一种正见，就是正确的认识。什么叫正确认识？就是这个认识跟世界的真相是吻合的。当你的认识跟世界的真相是吻合的，你就能开启智慧。如果你的认识跟世界真相是不吻合的，你就会产生很多错误的认知，你就会产生很多烦恼。所以要慈悲没有敌人，智慧不起烦恼。智慧你就没有烦恼了，慈悲就会没有敌人了。你们学点佛法，就是在学会能够从佛法的这样的一个高维度，去看世界、看人生。所以这个错误的认知以及对错误的认知的执着，是使我们不自由、不自在的原因。我们通过建立正确的认知，摆脱这种错误的认知，最终就能实现认知上的自由。认知上的自由不只是理性的，
更重要是开启我们的智慧。当我们有了智慧之后，我们就有能力去了悟世间的一切现象的真相。所以这是这个实现这个自由自在的第二个方面。然后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如何面对这些烦恼的障碍，就是解决烦恼带来的不自由、不自在。那这个其实有两个方法，一个也是从认知层面，我们通过认知，因为很多烦恼跟认知有关系的，跟你看问题的方式是有关系的。我们通过正确的认知，我们就可以解决很多粗的烦恼，但是还有很多根深蒂固的烦恼，你是解决不了了。所以呢，就要进一步的要禅修。禅修就是要去开启我们内心的自觉的能力，觉知其实就是我们内心的自觉的能力。那现在我们倡导的这个正念禅修，这个因为禅修嘛也有很多啊，但佛陀给我们开导这个就是在这个《大念处经》里边讲的这个正念禅修，其实它是最容易入手的，做起来也挺方便。我们也在构建这个正念禅修的系统，初级、中级、高级，从正念到无念，体会无念的本心，从正念入手，然后再用这个最终再抵达这个无念的本心。那这个正念呢，它是开启我们正念的关键在哪里？正念最主要是训练两种力量，一种就是专注力，还有一种就是觉知力。专注，我们先要学会专注的去做每一件事情，当然也可以在坐上，我们以呼吸作为锚点，把心专注在呼吸上，然后在呼吸的过程中，光有专注是不够的。世间上的人，只要能够做事比较成功的，多半都有专注力。所以专注并不是禅修的最重要的特点。禅修最重要的特点是觉知力。我在专注做一件事情的过程中，当下还能心如明镜，了了明知，这是我们内心原本具备的力量。但我们多数的人，我们的专注里边是带有一份执着，会粘着在这个事情上，所以我们就会不知不觉，因为很粘着，所以就会产生焦虑，产生各种情绪，甚至会对这个事产生一种极大的依赖。当我们如果产生依赖了之后，我们就怕失去它，就会没有安全感等等。那佛法呢，禅修呢是要去开启我们的觉知力。我们在做事的过程中，这份觉知力，同时还能够让我们保有一份超然和清明。我专心的做事，但是我的心对当下的这个做事的过程，对我的心理活动的过程还能保持清清楚楚。我的心可以安住在觉知上，不是对这个事会产生一种强大的依赖。当你的觉知力开启了，你就能够让你的心跟这个事能保持距离，让你的心跟这个你的心理活动能保持距离，你的心能够从这个心理活动里面带回来，然后安住于觉知。所以这个觉知力呢，一旦开启了之后，你就有化解这些情绪的能力，化解这些烦恼的能力。所以我们人的心因为无明，它会制造很多烦恼情绪。但同时，如果我们能够开启觉知的力量，开启我们内在的这个清明的心，同时也能够解除这些烦恼情绪。那么这种力量呢，我们需要通过禅修，我们去不断的训练。你看现在这个正念昏迷全世界，为什么正念昏迷全世界？原因就是因为
这个正念确实是可以帮助我们现代人解决各种心理问题。不过呢，因为心理学他们应用正念还是偏于技术层面，它缺少这种佛法的大智慧，缺少对整个对生命的认知、对世界的认知，所以他的这种正念的修行啊，他可能只能解决一些心理问题。但是真正佛法的禅修是要帮助我们去认识本心，开发我们生命的无尽宝藏，认识我们生命内在的觉醒的心，实现生命的究竟的解脱。所以这个呢，要有正见，然后还要有深入的禅修。如果没有这些，那我们对正念的认识，其实这个也是非常有限的，它产生的作用也是非常有限的。那这个正念呢，觉醒，正念是通向觉醒的钥匙，打开觉醒的一个最直接的钥匙。一旦我们开启了觉醒，我们的生命就会实现真正的这种解脱自由的能力，彻底的从根本上彻底的实现解脱自由。当然，这种解脱自由修行也不是一旦你把觉醒的心开发出来的，就所有烦恼就没掉了，其实也不是的，它也要通过相当时间的，也不断的修行，在修行的过程中，甚至还要历尽练心，不只是在坐禅修行，也要去面对各种对境，因为我们无始以来累积起来的烦恼，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它是非常雄厚的。所以在佛教里边，除了见道，还有修道。修道的过程，其实也要通过各种对境，然后去磨练，去了解自己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应。然后这一旦反应了之后，然后再用觉知力去解决这些心理问题。那么最后彻底的把我们内心的这个烦恼彻底的清除了，我们的生命就会达到彻底的解脱自在。所以这个是从我们要佛法为我们内在的生命的这个真正的达到觉醒和自由。那我给你们提供的就是这个3个维度，从不自由到如何自由。